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以人生的各种形态来说，都会有对错、正反、交错，有得有失，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不管人事物都是这样，这是宇宙间的大原则。在很早以前的人发现大自然界中有很多的对立现象，而根据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把它分为阴阳两类属性。这种天地万物之间都会存在一种现象，例如天和地、白天和黑夜、暑和寒、男和女、上和下等等。这种对立的情况在阴阳五行、阴阳理论中，以天为阳，以地为阴，白天为阳，黑夜为阴，暑为阳，寒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上为阳，下为阴。阴阳是指一切事物中都具有的两种看起来是互相对立又彼此依靠联系的力量。阴阳所讲究的是调和，一旦事物的发展产生变化，如果太过对立或不及时，都会产生问题。所以阴阳理论最原始的道理就是，不管人事物都必须平衡的中庸之道。阴阳延伸了相关的其他意义，可以为气候的寒暖、人体的构造、疾病的发源、天地万物的形成、宇宙运行的规律等。阴阳衍生了五行，包括了五行，五行包括了阴阳。五行是由大自然的5种要素所构成，是为木、火、土、金、水5种基本要素运行和变化所形成的。随着这5个要素的兴盛衰退，使得大自然产生变化，宇宙万物无尽的循环，同时也影响了人的命运。命理学家就是以此为根据，用来推测祸福、占卜吉凶。中医学更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衍生出各种不同的理论。阴和阳这2种属性的特征，阳所代表的是刚强、向上、生发、显示、外向、展开、明亮、积极、正面、活跃等特征。阴所代表的是软弱、向下、消失、隐藏、内向、缩短、消极、反面、安静等特征。五行的特性虽然来自木、火、土、金、水5种自然物质，但实际上已远远超越了这5种具体物质的本身，把具有大致相同属性的事物归为一类，又以各自不同的属性把万物纳入这5大类的范畴，因此就包括了其他更为广泛的意义。这5类分别对应四季、颜色、方位、味道、无常、身体、5脏器官，这些事物在天地人之间形成了相互对应的关系和变化。接下来樊晨居就来跟大家说明五行的属性和对应事物的特质。五行的属性和意义。一、木代表一个人个性比较直，本性和谐，在大自然指的是树木。树的特性能弯曲能伸直，具有树木能屈能伸的特征。因树木主干长得通直往上长，枝干弯曲不断向上生长，枝叶生长茂密圆满，随风摇曳。木有纳水土之气，可生长发育，所以木有生发向上、修长柔和仁慈的特性。对应的形状为直立、瘦长高的形状条纹。木盛的人长得风姿秀丽，身形较为修长，手足细腻，头发长得好，脸色较为清白，为人真心相待，和乐平易近人，品德纯洁高尚，不同流合污，不会做表面的事，不虚伪。木气不够的人，个子瘦长，头发稀少，比较喜欢斤斤计较，没有同情怜悯之心。木在春天时会特别旺盛，颜色属青绿色，地理方位属东方，味道对应的是酸。儒家思想属五常的人，身体5脏器官所代表的是肝胆，在人的外形指的是毛发、指甲、眼睛。2、火代表一个人为人谦和恭敬，个性淳朴但比较急躁，在大自然指的是火。火炎上，火为热，上是向上的意思。
火引申为温热、发热、向上的性质，上升、光明等性质或作用的事物和现象都属于火，代表的是一种能量，有驱寒保温、锻炼金属的功能。对应的形状为尖形、尖角、尖顶、多棱角、心形、多边形、锥形图案等形态。火盛的人形体就像火，下阔上尖，头小脚长，眉毛浓密，注意力不集中，为人谦和恭敬、淳朴急躁。火不够的人肤色黄，比较不健康，脸和身形瘦，就像发育不全，脸下巴尖窄小，棱角明显，行事比较莽撞，说话比较不实在，为人较为阴险奸诈嚣张，做事有始无终。在夏天时会特别旺盛，颜色属红色，地理方位属南方，味道对应的是苦。儒家思想属五常的理，身体五脏器官所代表的是心、小肠、血液循环系统等。在人的外形指的是视力、开窍于舌。3. 土代表一个人信守承诺，办事沉稳务实，有相当强的亲和力，能体谅他人，性格内向宽厚。在大自然指的是泥土，土可以种植农作物，收获五谷，有生长万物的作用，有生长、承载、化生、长养的特性。土是万物之母，土载四行，意思是金木水火都是在土的载物作用基础之上所产生的。载物是土的特性，载是承载包容，物就是物质。从现象上来看，土地上承载的东西最为繁多，而土性非燥非寒，非刚非柔，非升非降，非明非暗，是属于中道的特性。所以只要有承载包容中道的特性，就可以把它列为土的范围。因此没有土就没有其他四行，所以土在五行中是最为重要的。对应的形状为方正、方平、方格。土生的人脸方宽，腰粗，鼻子大，眉清目秀，声音洪亮，口齿表达清晰，为人有诚信、忠诚，度量大，说出的话可以信任，行动了就一定要有结果。土气不够的人脸色优质，脸平，鼻梁不高，比较没有立体感，为人较为狠毒，行为不符合常理，不讲信用，也不通情理。土散布在四季，即所谓的春土、夏土、秋土、冬土，颜色属黄色，地理方位属中央，味道对应的是甘。儒家思想属五常的性，身体五脏器官所代表的是脾胃、消化系统，在人的外形指的是肌肉，开窍于口。4. 金代表一个人的羞恶之心，是表示做错了事或做了坏事会感到羞耻、憎恶的心情，知廉耻、懂义理，个性上比较果断、刚毅、稳健、有魄力，容易沟通。在大自然指的是金属矿物，金属通过炉火煅烧就会变软，可以制作出所需要的各种形状，因此金有改革、变革的含义。金属能柔能刚，柔为顺从、服从，是属于柔和特性的表现。金的刚强坚固特性中延伸出肃杀、收敛等等的特性，依据这些特性的现象事物都可归类于金。对应的形状为圆形、椭圆、半圆、弧形。金盛的人骨肉相称，在古代相术的相骨摸骨看相，注重在观察骨与肉的关系，两者平衡，阴阳相符，就是所谓的骨肉相称。意思是不会过胖，不会太瘦，脸宽，皮肤白净，眉骨突出，眼眶深陷，看起来健康，神清气爽。金太过的人有勇无谋，无止境的求取而不知足，有过多的欲望想法，内心没有道德约束。金不够的人身材较为瘦小，为人较为刻薄小心眼，心胸狭窄，贪得无厌，喜好杀戮。金在秋天时会特别旺盛，颜色属白色，地理方位属西方，味道对应的是辛辣。
儒家思想属五常的义，身体五脏器官所代表的是呼吸系统、肺、大肠，开窍于鼻，在人的外形指的是骨骼、牙齿。五水代表一个人的聪明、灵活、多变、足智多谋、才识过人、反应敏捷、善于表达、口才佳。在大自然指的是水，水能够滋润万物，特性是润下，润有经润、滋润的含义，下为向下，水往低处流，有滋润的特性，因此具有下行和滋润、寒凉、柔顺、流动趋下等特质或作用的事物和现象，都归类于无形之中的水。对应的形状为波浪、动态曲线。水盛的人形体丰满肥胖，个子较矮，面色青黑，平生多曲折，人生起伏比较大。水太过的人诡计多端，言语较为激进，心中常感烦闷不安，急躁易怒，容易惹出祸端。水不够的人身材矮小，面色暗黑，心胸较为狭窄，反复无常，胆小没有谋略。水在冬天时会特别旺盛，颜色属灰黑色，地理方位属北方，味道对应的是咸。儒家思想属五常的志，身体五脏器官所代表的是排泄系统、膀胱、肾脏，在人的外形指的是泪水、唾液、开窍于耳。古时候的人以五行木火土金水五种自然物质之间的相生相克来阐述宇宙万物间的循环和道理。五行的循环不仅代表着季节的更替，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预示人事物的动能，它不是独立的分割的，而是整体相关，互有联系。相生有相互滋生、促进、助长的意思。五行的相克有相互制约、抑制、克服的意思。五行运动的相互关系中，比喻为母与子一脉相承的关系。例如金生水，金就是水的母亲，也就是说水是金的儿子，这是五行相生中的母子关系。五行相生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以天地之间的性质，刚强胜过柔弱，实胜虚，多胜少等等，引申为水胜火就是水克火，火胜金就是火克金，这些等等就有相互相克的关系。五行相克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各位好朋友，男生属阳，女生属阴。男生的手柔软如棉，软弱无骨较佳，这是代表性格刚中带柔，粗中有细，既有男生的勇敢果决，又有女生的细腻，对于做事业是很有帮助的。而对于女生来说，手的柔软度以手指能够往后微弯为佳。如果太柔软无力，就代表这位女生性格比较懒惰，不懂得操持家务，往往会损害家庭的名誉和善良的家风，沾染不良的习惯，难以有所成就。手相学的掌形和掌色是一起观看。东方的手相学掌形是以五行木火土金水来区分，它跟西洋手相所说的掌形意义大致上是一样的。接下来樊晨居跟大家一起来看看东方手相学的手型。一、木形手，就是西洋手相说的哲学形掌。手的整个形体瘦长，手指长，指节不会显露出来，指尖有缝隙，整个手掌中间宽，食指和小指向中间靠拢，手掌平又长，厚薄适中，结实有弹性，色泽偏青色。木形掌的人长寿、仁慈、有智慧，在文学方面有天分，有创造能力，忍耐力强，有研究不怕失败的精神，就如同树木能屈能伸的精神，为人忠诚，有同情心。木形手的人因为追求物欲、色欲、食欲的本能欲望比较没有那么强烈，所以通常是没有什么钱财，发达成功的时期会比较晚。
在感情方面，对于选择对象的眼光比较高，适合从事艺术、文学、公职。2. 火形手，就是西洋手相说的尖形掌、幻想型。手的整个形体很尖，像火的形状，掌的形状上尖下阔，手掌瘦长柔软，厚度薄，指节不明显，皮肤白，青筋较为明显，色泽偏红。火形手的人聪明感性，有魅力，爱幻想，个性拘谨，注重礼节，外表很有礼貌，不过内心急躁，思考比较快速，容易有几分钟的热度，成功的快也容易失败，发达时期会比较早，人生起伏较大。外形家，在感情方面容易一见钟情，爱情发展迅速但不长久，适合从事演艺工作、歌星、宗教家等工作。3. 土形手，土形掌类似金形掌，就像西洋手相说的方形掌加上圆形掌，手的整个形体四方，指甲也呈方形，手指比较粗，手指和手掌看起来较为厚实，皮肤很粗。土形掌的人很讲信用，善于计谋，诚恳，不爱慕虚荣，工作能力强，有领导能力，有智慧，理性，脚踏实地，精力充沛，有毅力和执行能力，能够吃苦耐劳，随遇而安，不会随便表示自己的意见，因为同时也具有圆形掌的圆融优点，除了事业能顺利得到财富外，也能长寿，子孙福禄双全。在感情方面，对于喜欢的异性容易心动，但常常都没有成功，彼此还是需要在经过交往的阶段，对方才会发现土形掌的内在优点，适合从事发明家、探险家、科学家、航海家、技术员等职业。4. 金形手，金形掌的整个形体呈现圆形，指尖略呈圆形，指根粗大，看起来手掌和手指都比较圆的形状，手掌较为结实，又有弹性，色泽偏白。金形掌的人理性，工作能力强，有领导能力，圆融，懂得变通，个性强，有正义感，为人忠心耿耿，手法有耐性，有毅力，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但有时候因为太过积极，在身边的人容易产生很大的压力。在感情方面，对感情非常执着，不是属于浪漫的类型，喜欢上进、工作能力强的对象，不喜欢甜言蜜语。一旦喜欢上金形手的人，需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感情，适合从事公司经营管理、公务人员、律师、军警等拥有执行力的工作。5. 水形手，水形掌就是西洋手相说的圆锥形，手的整个形体看起来肥肿，指根粗大，手掌和手指比较肥胖，像水肿又软，色泽偏蓝。水代表富，水形手的人聪明感性，有才华，爱好艺术，才华出众，机智有谋略，有手腕，具有经商的才能，比较适合到外乡发展，大部分会离开自己的家乡发展。在感情方面比较容易碰到性格不相似，而且在心智上、生活背景上或环境上共通性很少、差异很大的人，但彼此却能吸引。不过这些认知上的差距就是双方必须克服的难题，适合从事业务、研发、行销、艺文等需要靠脑力思考的工作。6. 尖形手，这种手型很少见，又叫粉盒形手，形状比较多样，但不一定是5只手指不同。如果有2种以上，就可以说是尖形手。尖形手的皮肤粗糙，颜色较深，长辈的青筋露出，指甲短，指节粗硬，具有以上5种手型的特质，是属于多变的人，在人际关系和工作方面不是很稳固，感情生活容易变动。不过有的尖形手在五行的特征上比较不明显，在平常是不容易显现出来的，但还是会存在一些特质。好朋友，根据阴阳五行的属性特质对应在我们的手型上，这样可以对自己的手型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不过，以上讨论的6种类型只是个原则，在这些原则之下，还必须灵活运用。在下个单元，我们一起来探讨手指的意义。对于这个单元有任何想法和建议，欢迎你在底下留言。我们下次见。谢谢你的观赏。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帮我按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订阅是免费的，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我有新的影片就会第一个通知你，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拜拜。